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侯明昊空降歌手2026搅局，是流量捞金还是少年音的逆袭？就在齐豫空灵的仙嗓还在歌手2026舞台上缭绕，杨坤那把标志性的烟嗓刚刚填补庾澄庆走后的空白时，一个27岁的名字突然砸进了这个看似稳固的格局。侯明昊官宣消息一出，热搜词条直接炸了。侯明昊歌手2026号阅读量2小时破亿，评论区瞬间分裂成两个阵营，一边是粉丝的狂欢，内娱终于有救了，被演戏耽误的真歌手藏不住了；另一边是质疑者的皱眉，演员又来跨界捞金，歌手现在这么不挑了吗？这种两极分化几乎在预料之中。一个因寒武纪、一人之下等剧集走红的年轻演员，一个微博超话签到量稳居内娱演员前20的流量小生，怎么会突然闯入全开麦直播无休音的硬核竞技场？当窦靖童的先锋迷幻还在观众耳膜里回响，周兴哲的抒情情歌还在榜单上挂着，张碧晨的大嗓门还在震撼着直播间的每一寸空气，侯明昊这张年轻面孔的到来，到底是为节目注入一剂青春活力，还是对专业舞台的某种僭越？答案或许没那么简单。看看现在歌手2026的牌桌，齐豫、胡彦斌、张碧晨坐镇中生代，窦靖童凭独特的先锋性稳居第一梯队，周兴哲、尤长靖扛着年轻唱将的大旗。9人首发阵容里，从70岁前辈到29岁新生代，看似覆盖了各个年龄段，但细看风格拼图，会发现一个微妙的缺口，那种清澈、直接、带着少年感的年轻男性流行声线，在这个舞台上竟然有些稀缺。尤长靖的嗓音是甜润的，周兴哲走的是深情路线，窦靖童更偏向独立艺术的表达。当观众被杨坤的沧桑、齐豫的空灵轮番洗礼后，突然闯入的侯明昊恰好补全了这块拼图。这个27岁的年轻人能带来的，首先是听觉上的直接变量。资料显示，侯明昊的音域横跨 F215， 低音叙事感醇厚，高音穿透力惊人。更关键的是，他那被声乐博主认证的少年音温润、清澈，没有太多技巧堆砌的匠气。这种声音特质，在当下舞台的生态里，天然具备了某种反差感的前置。想象一下，少年音撞上先锋性，当窦靖童用他迷幻的唱腔、实验性的编曲探索音乐边界时，侯明昊那种更直接、更干净的表达方式，会不会形成一种有趣的对话？一个向内探索，一个向外倾诉，一个注重氛围和结构，一个可能更看重情感的及时传达。这种对比本身就能为节目带来新鲜的观察维度。再看少年音与沧桑感的对峙，杨坤那副烟熏火燎的嗓子，唱的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故事，是经历过、失去过、挣扎过的人生况味。而侯明昊的嗓音里，或许藏着的是青春期的迷惘，未经世事的赤诚，对世界的新鲜好奇。这两代人、两种生命状态的声线碰撞在一起，可能不只是技术的比拼，更像是两个时代的情绪映照。当然，这种预设的反差感既是看点，也是巨大的考验。选歌能不能扬长避短？编曲能不能放大优势？现场演绎能不能撑住预设的期待？每一个问号都是悬在侯明昊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演员跨界唱歌，歌手什么时候门槛这么低了？流量明星又来分蛋糕了？类似的质疑声几乎伴随着侯明昊补位的消息同步刷屏。争议的焦点很明确，资源挤占、实力存疑、流量至上。部分观众认为，歌手作为专业竞技舞台，应该优先留给职业歌手，担忧流量会稀释节目的艺术纯粹性。
演员演戏就好的刻板印象，在这个节点上又被重新翻了出来。但节目组的算盘可能打得更精明些。回顾这一季《歌手2026》的赛制，就会发现节目组正在下一盘险棋。首创的月度联赛加生存战机制，意味着每4期就要淘汰多名歌手，单月阵容轮换率高达30%至50%。如此高频率的淘汰与补位，对节目的持续热度和话题供给提出了近乎残酷的要求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引入侯明昊这样的年轻流量明星，深层意图就很明显了：平衡观众年龄层结构，激活社交媒体讨论热度，制造跨圈层话题事件。数据显示，侯明昊的粉丝群体主要是95后、00后，这个年龄段恰好是传统音综相对薄弱的环节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相关内容的2次创作率比专业歌手高出37%，这对延长节目传播周期、提升网络声量至关重要。说白了，节目组在流量和实力之间找平衡，在专业口碑和市场热度之间走钢丝。引入侯明昊，就是在专业竞技的底色上涂抹一层青春流量的亮色。但流量真的能当饭吃吗？看看隔壁乘风破浪的姐姐就明白了。不少演员的舞台表现曾被群嘲划水。幸运的是，侯明昊似乎早有准备。资料显示，这位27岁的年轻人并非玩票选手。16岁那年，他就进入了韩国 SM 公司，成为了一名练习生。2014年，他作为男团 Fresh 及克少年团的一员出道。后来，他专门考入了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，系统的学习流行演唱。这个科班背景让他具备了相当扎实的专业根基。更硬核的是他的现场表现记录。2025年咪豆音乐节上，他在38°C高温下全开麦连唱6首，设备故障时清唱控场，主动重唱瑕疵段落，零电音、零修音的记录被乐评人赞为格莱美级演练。在音乐节翻唱爱错的现场视频，播放量破150万，全开麦直拍成了消音键唱功的热门素材。为了备战歌手2026，他甚至推掉了3部影视邀约，闭关3个月进行声乐特训。师从邓紫棋专辑制作人李猜松打磨气息，咬字与情感表达。这一切都在回应一个核心问题：在这个聚焦演唱硬实力的舞台上，流量到底是敲门砖还是减分项？侯明昊的案例或许正在证明，流量可以成为入场券，但能不能在牌桌上坐稳，看的还是业务能力本身。展望与期待，舞台之上，维歌与成，补位只是开始。对于侯明昊来说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在这个全开麦直播无修音的残酷舞台上，每一次开口都是实力验证，每一轮投票都是业务考核。他能不能将科班所学的声乐技术转化为具有感染力的舞台表演？能不能在选歌、编曲、演绎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？这些都是待解的悬念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表现成功与否，可能会对后续音综的嘉宾选择逻辑产生示范效应。如果他能凭借硬实力站稳脚跟，或许会鼓励更多节目在流量与实力之间寻找更平衡的组合方式。如果最终铩羽而归，则可能让节目组在跨界尝试上更加谨慎。但无论结局如何，侯明昊的加入已经为歌手2026带来了新的变量。他像一颗石子投入湖中，激起了关于行业、流量、实力、跨界等一系列议题的层层涟漪。节目组不再执着于凑一套全明星梦幻阵容，而是改用高频淘汰加争议补位的组合拳，在专业性和传播度之间反复试探。这种尝试本身就反映了当下音综生态的某种转向。
既要守住专业竞技的底线，又要应对网络时代综艺节目生存与传播的双重压力。最终，当舞台灯光亮起，当第一个音符响起，所有标签、所有争议、所有期待都会暂时退场。那一刻，观众听的是歌，看的是表演，感受的是音乐传达的真诚与独特。侯明昊能不能在齐豫的仙气、杨坤的沧桑、窦靖童的先锋之间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位置？他带来的那股少年元气，是会搅动现有的排名格局，还是会被专业的洪流迅速淹没？舞台的悬念即将揭晓，而你准备好聆听这场关于青春与实力的对话了吗？